你好，我是阿里。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两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呢，就是有关以太坊升级后被监管的问题啊。我们前面连续讲了2期了啊。那么今天刚刚结束的以太坊全体核心人员的电话会议啊，给出了以太坊应对监管的明确方向。我们等一下视频详细来讲解。那么第二呢，就是链上数据显示，比特币矿工的悲观情绪达到了顶峰。这表明呢，熊市底部出现。那有了第一个明显的看涨的信号。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啊。另外呢，我在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啊。实际上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抓这个非常有潜力的暴涨的这个币啊。那么今天这个反弹啊，真是率先反弹啊，反弹都是在10几个点啊。如果说你这个感兴趣的话啊，那么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我的群助手啊，来咨询入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来聊一下今天的第一部分啊。最近被美国监管部门呢蹂躏致死的 Tornado Cash， 大家就应该都很熟悉了，我讲过了好几期了。那么之前在荷兰呢有一个 Tornado Cash 的29岁的开发人员被抓，我也是讲过了。那么今天呢，这位29岁程序员的老婆在荷兰的阿姆斯特朗组织了一场游行示威的活动，来抗议这种政府的监管，以及有一些注重隐私的这一部分人员呢，也参与了这个示威的活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备受瞩目的以太坊今天组织了一场全体核心开发人员的电话会议，详细讨论了国家级别的这种对以太坊协议监管审查的应对的策略。我今天主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认为的一些要点的部分啊。那么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以太坊的油管的频道去看完整的视频，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视频。首先呢，他们这个会议呢是说围绕着 MEV 中继器啊，这个中继器有一些公司叫做 Flashbots 对以太坊交易审查的问题。 Flashbots 的团队呢有一个成员表示，合并后以太坊上的 MEV Boost 的软件呢或将增加在第三方区块构建者创建的区块中添加新交易的新功能啊。此外呢， Flashbots 本周呢已开源他们的运行的中继软件，这将鼓励更多不会审查区块构建者和交易的中继在合并后的以太坊上建立和运行啊。关于从协议层面抵抗审查的话题，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雷克解释说有2种审查的攻击概率呢程度都不同。第一种呢是通过网络的软分叉进行审查，51%的活跃的验证者可以开始验证一个不包含某些交易的以太坊区块链的替代的版本。那么这将需要验证者进行大量的协调和努力啊，要团结至少51%的活跃的验证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排除个别区块中交易进行审查，这在以太坊上更有可能啊，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那么因为在 Flashbot 这样的中转站连接到 Flashbot 的验证者可能只处理不包含某些交易的区块就可以了。然而呢，只要有几个活跃的验证者不运行 Flashbot 或者是连接到抵抗审查的中继，那么即使是以太坊上有不合规的交易，最终也能得到处理。因此呢，威神呢就强调，围绕以太坊上的审查的制度更有可能的担忧呢是不容易出现的，那需要以太坊上所有活跃的验证者都受到影响啊。其次呢，这个会议的就是围绕着 Coinbase 和 Lido 等大型的 staking 质押服务的提供商对以太坊交易审查的担忧。开发人员提出来可能会采取 social slashing， 也就是说砍掉这一部分节点来惩罚这种行为。那么就协调以太坊实施硬分叉，剔除违规的这个验证者。意思呢非常明确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一旦他们发现像这种 Coinbase 或者 Lido 这种中心化的质押的节点配合了政府的监管，引进了这种监管的调查审查，那么以太坊呢就会将这个节点呢全部的砍掉啊，就像这个自断自己的手臂一样。也有人对这一想法呢进行了反驳，认为呢这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虽然这种能力可以用来阻止以太坊网络上的不良的行为者，但它呢也有可能用来强迫验证者遵守任何其他的没有直接写入协议的规则。那有一个人说同意这种看法，并建议开发者围绕适合进行 social slashing 来协调一个明确的声明啊。那这也很明显了，就是说他们呢愿意呢把这个 social slashing 写在这个智能合约里面，就是让这个合约自动的去履行什么时候要砍掉这个节点。
此外呢，开发人员表示迫使 staking 的服务商审查交易的这种不利的立法，或导致 staking 的服务商搬离出美国，因为目前的这个审查呢，只有在美国本土内的这种实体的公司才会被要求审查。根据最新的消息，至少有2家 stake 以太坊的验证者的运营商承诺不进行审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Lido 和 Coinbase， 他们这2家呢共控制了 38% 的质押的这个以太坊。那么其他的较大的这种验证者的运营商呢，并没有对这个审查进行明确的表态。那么来自 GETH 的客户端团队的开发者，他叫 Marius， 他是说我认为每个人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说好吧，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以太坊要成为的样子，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的个人观点呢是，如果我们允许审查网络上的用户的交易，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失败了。如果我们开始允许用户在以太坊上受到审查，那么整个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我自己呢也会离开这个生态的系统，也许呢会开创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提供这些保障。我认为呢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说我认为抵制审查呢是以太坊和整个区块链领域的最高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进行妥协了，那么在我看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总之呢，我对于这次电话会议所传达出来的这种精神呢是非常的看好，至少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团队是倾向于抵抗监管，那么这是符合加密货币精神的。所以说呢，我是继续的长期看好以太坊，尽管短期呢有非常不明确的这种方向性但是呢长线来看，这种反抗精神必将战胜不良的监管。另外呢，这个加密的研究员 Justin Bones 在推特上表示OFAC 的法规呢不会导致对以太坊的全面的审核。Justin Bones 认为只需要极少数的验证者或者是交易者就可以在以太坊和比特币上对抗这种审查的制度。同时他指出 POW 需要大量的采矿的作业，而这些作业呢不能隐藏在这种监管的管辖的范围之内，因为电力消耗和物理阻剂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很容易就追踪到的。而 POS 是一种纯粹的数字结构，使其在规避审查的方面呢更加的灵活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这个社区到底要怎么去应对这种审查那么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我相信总会有这种方法呢可以合理的避掉这些东西监管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2部分那么 Blockware 首席分析师 William Clement 在推特上表示，比特币的哈希代从2021年8月首次出现了买入的看涨信号，标志着矿工的利润率面临着巨大压力的减少，以及长达2个月以上的矿工投降期的结束。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哈希代。哈希代的英文呢是 Hash Ribbon，这个指标呢是 Clarence Edwards 在2019年提出来发明的。那么该指标呢是基于比特币的净哈希率的30天和60天的移动的平均线之间的相关性。那么也就是说，比特币网络所有矿工计算的这种哈希量的一个移动的相关性。当30天的均线跌破60天的均线时，表示矿工投降那么大幅度的卖出比特币。投降结束后呢，情况就反过来了，当30天的均线超过60天的均线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全的看涨信号。大家看这个图片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图中的绿线代表30天的哈希均线，那么蓝色呢是60天的移动的均线。目前呢是30天的移动均线刚刚超过60天的，是一种看涨的信号的出现。那么我们往前看这个历史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有开始上涨的迹象。那么最明显的呢就是2021年7月底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那次见底那么后面呢就是一路飙涨到历史的最高值。那么到底我们这一次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不变呢就是坚持的定投。那么我之前也说过，所有的这种考量的指标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能作为一种就是你去投资的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标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感觉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次再会，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